我回来了，你却走了。一个月前，也就是12月23号凌晨的0点25分，你走了。你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也让我呢成为了一个没妈的孩子。其实站在理性的角度上，我觉得你真的是解脱了，或者是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离世，我觉得去世的那个人都是解脱的。这个痛苦其实是留给我们活人去承担的。那在你的这个事情上呢，回顾你这个生病以来，从2017年的12月份确诊子宫颈癌，然后到这个你上个月最终离世是这个2021年的12月份。虽然我没有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吧，但是确实这个见证了你所遭受到的这种各种痛苦啊，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你离开了，无论是有没有来生吧，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对于你来讲是解脱的，这个是我理性上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久病成医哈，其实从你这个生病以来呢，我也在查各种的医学资料，然后翻了各种文献。那你这种情况呢，属于这个宫颈癌晚期，然后呢又不能手术，然后后期呢又出现了肺转移的情况，其实差不多这个生命的中位数就是4到5年的时间。而且呢，这段时间，这个我在回顾你的病历的时候呢，惊人的发现了一个巧合，那也就是在你当时这个阴道出血那一天，其实就是2017年的12月22号。那最终你离开的时间呢是2021年的12月23号的凌晨0点25分。其实就我可以就认为你就刚好就活了4年的时间，从你发现这个肿瘤或者发现这个癌症开始算起，对吧？所以其实站在这个理性的角度上，你就是其实也没有讲说有什么奇迹的发生，然后也没有说这个死的特别的早，也没有，你就是活到了一个这个差不多中位数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嗯，当然是作为我感性上来讲，当然希望你这个活得越久越好了，即使查出癌症，或者我们说这个与瘤共生存吧。但是这个按照这个科学统计上来讲，你就是符合一个这个大概的中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而且从这个2021年的这个开年开始吧，你的情况真的就是每况愈下，这个越来越严重。所以站在我的这个角度上呢，我希望是你有生活质量的活着，而不是每天真的我就觉得有点像这个在地狱受煎熬的那种状态，尤其是2021年从大概你这个6月份就下半年之后吧，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我真心的也觉得这个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对于你来讲是一种解脱吧。然后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吧，我自己来调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个在你病逝的这个最后的这2个多月，你的情况，然后还有我发生了哪些事情。其实上个视频我有讲到一点点啊，就是说我是从这个达拉斯飞到上海的，是12月3号落地上海的。然后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形下呢，这个如果要是回北京的话呢，就必须得在上海隔离21天，然后呢给做各种的这个核酸检测，给符合这个阴性的要求，然后才能拿到这个绿码，才能回北京。那这个因为这个回来的时间，这个入住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大概是7点多，所以我当时也考虑，就是说怕这个码来不及变成绿色，或者说如果我再乘坐无论是飞机还是高铁回北京会有麻烦，所以我又多等了一天。其实我在上海就待了22天，我是第22天的上午坐着高铁回到的北京，那也就是25号圣诞节那一天我才回到北京。但是吧，这个造化弄人，或者是天意弄人，这个你呢没有等到我回去，你是12月23号的这个凌晨去世，所以我觉得
也是，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个人生节点啦，不只是这件事情，我都觉得是很戏剧性的，或者有很多的巧合，让我很多次怀疑我是不是在拍《楚门秀》或者这个《楚门的世界》的 Truman Show 啊。这个主演是 Jim Carrey，讲的其实就是他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空间中，所有的经历的东西都是被设计出来的，然后遇到的人，他的人生的经历都是被编造出来的。然后呢，全世界来直播，然后全世界的人来观看这个，相当于一个 reality show 哈，相当于一个真人秀一样。很让人这个庆幸的是，这个楚门最后当意识到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的时候，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走出这个小世界，然后走出去，去真正经历他本该属于他的人生吧。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Yeah. 这个也是我这个最近又翻看了这部电影，还是比较有感触。其实我们后面会谈到我的一些个人经历了，我觉得你应该会认同我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戏剧性，很不真实，但是确实又真实的发生了。那说回到我跟我母亲的这个经历呢，就是其实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是处于一种睡眠不太好的状况，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主要是她的这个病情比较重，然后呢身体状况比较差，而我又待在这个10万8千里的美国，手是伸不回去的。我这个想使劲儿想帮忙是帮不了这个忙的。那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呢，是我姥姥也是或者叫外婆，或者台湾话叫阿嬷，她呢是大概10月份的时候先去世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让人错愕的一件事情。虽然我姥姥也是这个查出来是有这个肝癌了。但最后要了他命呢，而不是癌症这件事情，而是这个突发的心脑血管的事情。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稍微多说一下吧，就是在像北京这个冬天比较冷的这种城市呢，是容易，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是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因为这个由于温度的这个变化，这个血管壁会变薄，那就会变得比较脆，所以呢就会容易发生无论是出血，或者是这个血栓或者脑梗这种跟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直接有关的这个疾病，所以最后呢，这个我姥姥也是由于这种脑梗了，这个要了她的命了。其实并不是癌症的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家人来讲呢，确实是一个突发事件，是很突然的。因为当时一直在想的是说，我妈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哈。但是既然我姥姥因为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突发的这个事件，这个让我姥姥走在她前头了。那之后呢，我也会提到这个我跟我妈还有我跟我姥姥的我们之间的故事哈。其实并不是完全是很美好的，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很不好的，包括就是我姥姥跟我妈之间也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然后最后两个人先后去世，就隔了2个月的时间，也让我觉得，哎呀，很遗憾，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很难过的一个点，就是我当时有跟我妈开这个玩笑了，我说你跟我姥姥一定是上辈子是世仇，一定是要不你就把他们家全杀了，然后最后这个轮回转世，我们从佛教的这个角度有轮回这个概念哈，因果循环，然后你来投胎当他女儿，然后又相当于相爱相杀了一辈子吧，然后最后也没有这个化解这种矛盾，然后而且这个死亡的时间也都是这个相差的不多。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辈子可能是修不好这个缘分了，那你下辈子再修吧。那现在来讲呢，可能真的两个人又投胎了吧，是不是又在一起了？不知道，然后又来补足这个缘分吧。反正这个之后的视频里我会提到这个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是很戏剧性的。
那说回到我跟我妈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我姥姥去世，其实当时这个我小舅呢没有想告诉我妈，然后也在跟我商量需不需要跟她说这件事情哈。但是最后呢，其实是我妈自己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因为我小舅是跟我姥姥的这个其他认识的人都说了，然后她看到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认识的一个亲戚还是朋友在朋友圈发的。说我姥姥走了，然后我妈看到了在医院，然后当时呢，我妈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她在朋友圈看到了，然后接下来她说的这句话呢，是让我当时看到以后就在美国的，我当时还没有走嘛，就在美国的这个家里头，这个哭的很崩溃的，就是第一次很崩溃的一个时间节点，她就说我是不是也要走到尽头了？但愿我能见到你。然后呢，现在想想也是觉得就挺想流泪的，就是觉得说，最后老天爷吧，反正还是让我见到了，但是我妈已经离世了，然后嗯，很遗憾吧，也就觉得有点天意造化弄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呢，我也是在美国呢，就是很崩溃的这个失声痛哭哈，我觉得。其实你越大以后，你这个经历多了以后，应该是更加的这个没有那么敏感了。但是那句话一下就戳到我了，然后我真的就是，反正我也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也不是怕丢人现眼的，就是所以就是失声痛哭。那个是我当然妈，我后来我也没有跟你讲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当时我是怎么回的？我看一下。我就说这个你别这么说，然后我就说我这么安慰我自己，我说我们和这个姥姥姥爷呢，最终一定会相见的，只是换一种形式。然后我说你呢，尽量吃好睡好，虽然很难，但是咱们呢，精神上保持积极向上，我也尽力照顾好自己，希望一切顺利吧。因为当时他已经这个在医院，就是他最后去世，已经就是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呢，状况也是这个好好坏坏，就是不是很稳定，所以也是，我觉得以我的立场，我只能是这么去安慰我妈吧，然后去鼓励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这个老天爷啊，或者说你说基督也好啊什么的，我对我人生的一个感悟，我的感悟是说，也是不止这件事情，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天爷有的时候就是，对我也不算苛待我，其实就是，会给我一个甜枣，然后再抽我一个嘴巴。或者是这个抽我一个嘴巴，再给我一个甜枣，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ups and downs 啊，这个英文这么讲，就是说这个高低起伏，就是我回顾我的人生，其实挺波折的，但是这个确实是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也不能就是说一味的抱怨说，哎，老天爷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啊？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说这个好好坏坏都有呢？因为我当时是一直担心这个。回国，因为我是打了疫苗了，这个完全接种了2针的这个 Moderna，然后我才敢回国嘛。那从我这个买机票开始就是比较顺利了，因为我当时买机票的时候价格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座位是选择挺多的，然后我还选了一个这个虽然也是经济舱，但是经济舱这个 Economy Plus 就是是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前面是没有人的，就可以伸腿的，然后是12排的这个座位。然后呢，从这个到达拉斯，先要提前2天到达拉斯做检测嘛，然后再申请这个防疫码、绿码，包括这个上飞机等等隔离一切的这个程序，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出错或者是不可控的。但是最后以结果论来讲呢，我是很顺利的从这个美国回到了中国。这也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这个是老天爷给我的那颗甜枣吧。这个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包括我从上海到北京，其实也是可以出岔子的，但是一个岔子都没出，一切都是特别顺利的。那抽我一个嘴巴呢，马上就要到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12月19号的时候，这个我妈的情况突然很不好了。
当时的情况呢是肺转移嘛，然后呢就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其实是肺部的积水，这个是到医院以后才知道的。但是当时没去医院之前呢，其实这小半年吧，他就一直咳嗽，其实可能就是跟他这个肺部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有关系。其实他当时还是蛮乐观的，就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啊，肺转移也没关系，反正现在不影响吃，不影响睡，就挺好的。然后到了这个2021年开始呢，他就会出现这个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然后睡眠不好，然后包括后期是连这个躺都躺不了哈，就一直在咳嗽。然后一开始还跟我开玩笑呢，说啊，就跟你视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才咳嗽，跟别人都没事好着呢。到最后就是说不说话，就那么待着，静静待着，他都咳嗽，都咳的就真是快把肺都给咳出来，这种情况就很糟糕了。然后有一天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种情况不行啊，然后我才这个赶紧联系我小舅在国内嘛，然后联系他，然后呢带他去医院。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因为他这个肺部情况，虽然他不是这个 COVID， 不是新冠哈，但是他这个最后的症状其实相当于就是新冠了，因为他血氧都低于85%了。新冠的患者如果他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0%的话，就基本上就要赶紧送急诊或者送 ICU 的这种状况了。但他当时这个最后这个送到医院的时候是已经低于85%了，然后有心悸的这种情况。然后肺部还有积液，所以当时就赶紧给他处理这个抽积液，然后呢，再这个吸着这个氧，然后当时是在一个可能也算一个3甲医院吧，就是比较好，设备比较全，医疗手段比较全。然后因为我们的中国这个情形也是这个我也能理解了，就是人多，然后病人也多，医疗资源很紧张，所以当时他在这个情况比较稳定的时候呢，就给他转到了这个2级医院。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2级医院它的名字呀，其实就叫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去那儿的这个病人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说难听一点，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这种状态。就从他这个癌症的这个治疗手段呢，我之后也会讲了。我们这个各个大医院，中国的都看了，然后也去了美国或者说全世界最好的医院安德森医院去看了。最后确实是还是抵不过这个癌症的比较狡猾，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医疗水平还不够先进吧。这个已经确实是回天无力了，所以我最后也能理解了，就是说去到这个临终关怀医院也行。但是这个19号在这个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我就看已经很不行了，他这个已经喘的不行了，然后呢，他就很长时间就不能直着身子，然后是这样弯着就窝着，然后他可能能舒服一点。就这个是我12月19号是我通过护工的手机看到我妈生前最后的样子，这个也是会印在我脑海里，可能一辈子都抹去不掉的那个样子吧，就是很痛苦。包括他之前也跟我说，那个医院吃的很不好，然后最后我还终于这个打通了，终于用这个海外的一个淘宝给他在网上订了一些我认为能提味的腊肉、腊肠，反正最后也没有等到送到医院，然后他就已经去世了吧。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吧。反正他当时状况就很不好，然后呢，我就赶紧联系这个2级医院的这个一个值班的医生啊，当然他的那个主任这个可能倒班吧，不在医院。然后我就说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他就跟我说只能打一些药，输一些药进去，没有其他的很好的治疗手段。然后我当时，而且我看到他那个状态，我当时就崩溃了，这是我第2次这个崩溃大哭的时候啊。然后就赶紧这个跟医生联系，我说我们要叫救护车，我们再转回那个当时我们这个转出来的那个3甲的医院来，因为他那个医院至少可以上呼吸机嘛，就不是那种插管式的，是这种就是只是就是鼻塞式的这个外部的这种，因为不想让他有太多的痛苦。然后我们当时也一致的认为不要做任何的切管，这种创伤性的这种手术设备我们都不上，就是让他这个稍微维持住，看能不能等到我回来吧。说到这个回来就是要等到我回去见面这个事情，其实从我的立场呢，我没有这个执念。就我周围的人都觉得，哎呀，好可惜啊！你说你最后没见到你妈最后一眼哈，其实是见到了，只不过是在这个停尸间见到了，活着的时候没有见到，只是通过视频的方式。但我自己是没有那种执念的，因为当我看到我妈很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一切就交给命运，我可以做的只能是祈祷。那如果老天爷要收她的话，我觉得
虽然我会很难过、很遗憾、很痛苦吧，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于他来讲是一种解脱啊。我不像他说啊，为了见我最后一面，这个继续多遭受几天的痛苦，我也是不愿意的。我这点我是完全这个能接受的。其实包括我当时还没回中国的时候，我在美国坐飞机之前，我就假设过各种更糟糕的情况，比如说我没上飞机之前，或者我还没到达拉斯做检测呢，他就已经去世了。这种结果我都已经预想到了，然后来这个灌输给自己，就是说你要接受这种结果，因为是可能发生的。我觉得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老天爷也好，或者基督耶稣，真的就是给你一个甜枣，赏你一个嘴巴，就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其实，我姥爷姥姥都走了，包括我妈也走了，我这个有跟老天爷做这种交换，我说我愿意折寿10年。或者多少年都行，然后你能让我这个亲人能多活几天，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现在的结果是他已经多活了几天，已经达成这种交易以后的结果呢，还是确实是没有这种神学啊，这种宗教的东西，是也没有老天爷，就是一个自然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哈，但我确实有做这个许愿了。然后呢，就来到了12月22号，也就是这个他去世的前一天。我不知道是这个心电感应，还是真的有这种预感。因为我知道当时他19号转到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 ICU 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够呛了。我就当时就已经觉得说，我妈可能就这几天了，坚持不到我回去了。你说真的是很戏剧性，很巧合哈。这个老高每周3都发视频哈，然后他当时发的那个视频就是讲癌症的，你说多巧，好巧不巧就是讲癌症的。就是说这个不死的细胞啊，有小概率再出现一种它可以逃过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样一个永生的细胞就诞生。问题是它还保留了自我复制的功能。于是他就开始不停地复制自己，复制出来的个体跟他也一样，也不能自杀，也不会被别人杀死，所以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而这个无限增长的永生的细胞，就是我们所说的癌细胞。然后呢，我又看了，如果你看我的频道的话，这个我是大概1年前录的一些节目啊，鱼儿说的节目，然后整理这个鱼儿唱跟鱼儿说的混剪版。我的视频就刚好停到了第10期，讲这个贾玲的《你好，李焕英》的这一期。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影就是在讲母亲的，包括我的一些理解、一些展开的题目，就聊到母亲了，就是所有事情都让我感觉就特别巧合。然后当时的这个12月22号呢，我呢又翻看了一遍贾玲演的这个小品，然后呢，包括这个电影我又重看了一遍。然后呢，我也把我自己的这个鱼儿说第10期的节目又重看了一遍，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这个心态是很焦虑的，很情绪化、很感性的。命运来的时候呢，你躲也躲不掉的，你只能去接受，无论好坏，就有点像这个打牌似的，你决定不了你抽到的是什么牌。我们人为的，你说我努力，我这个认真学习、认真工作，你就能改变的。那这个人生真的有的时候比电影、电视剧还要精彩，就是悲喜剧，就是悲喜剧交织在一起的，你永远预测不到的，而且也容不得你有拒绝的这个可能性，你只能接受。但是有时候跟命运或者跟你家人生死相关的话题，你真的是做不了主。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也许一切都是写好的，就是像一个剧本一样，或者像本书一样，你呢只是一页一页的去这么翻开这个书，一直看到这个书的最后一页，揭晓这个谜底。那这里面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觉得我看自己的视频，因为我之前就有聊过，我说我是自己视频的第一个观众。那当天呢，我看我自己视频聊贾玲、聊母亲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对我来讲，真的确实是有点自我疗愈、治愈的这种过程。然后虽然都是一样我的这个同一个人，但是当时我妈还在嘛，而且情况还比较稳定，我当时是比较理性、比较情绪平稳、比较正常的一个我的那个版本的我自己。然后我就看我当时这个正常状态下的自己说了一些话，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是对我当下的那个很焦虑、很感伤、很情绪波动很大的那个我很不好的我自己，其实包括现在我情绪我也没觉得我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值哈，但是对于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是很需要一些人说这些话的，但是这个人其实就还是我自己哈。但是呢，这样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去跟过去不好的经历去触碰呢，
你对自己来讲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就是你不会再那么敏感了，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事儿我是可以聊的，甚至是我是可以这样平心静气的来跟你阐述一个我个人其实特别不好的经历。我不想说是一个对自己的治愈，因为确实我能理解这种痛苦这种经历是很难治愈的，就是这个伤口是很难愈合的。但是在你说，在你分享，在你用这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去创作出来的时候呢，对于自己来讲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缓和，或者有一点点的这种治愈的作用。所以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包括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虽然这个经历是很难过的，但是其实是我是愿意去回忆，愿意去这个跟你们去分享的，因为就是一个自我疗愈、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需要去抒发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个人生经历跟故事是很有启发的，是很有这个价值的。我愿意公布在互联网上，我并没有觉得，你想我妈都走了，我还有什么顾忌呢？而且包括鱼儿说这个节目，我妈也是这个特别忠实的一个观众吧，因为当时确实我们离得太远，虽然天天视频，然后我呢也还是想做一些有用的东西，然后她在无聊的时候，或者她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也可以看。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呢通过自己的视频呢，这个在12月22号的当天呢，是给我一些力量跟这个支持的。然后呢，我当时呢已经就很晚了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虽然我一点都睡不着觉，是很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很晚了，我就把灯都熄了。当时就是12点多了嘛，然后没过10分钟，这个我小舅的这个微信的这个电话就给我打过来了，然后就说我妈走了。然后当时我当时听到以后是很平静的，因为我刚看完我的自己的节目，比较没有那么的情绪化了，但是这个后坐力确实是很大。然后当天我就是很崩溃，然后就跟我一个特别好的国内的朋友，这个跟他说了，因为之前我跟他说我要回国的这个事情嘛，然后也跟他说了，当时我妈的状况就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是边说边激动，然后边崩溃的这个状况了。这是我第几次崩溃了？是第3次吧，应该是。对。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个也是很巧合啦，就是在我当时还没回国，还在美国的时候，但是也好像是11月底，我看了窦文涛的这个圆桌派的收官的最后一集，请到了这个基因工程的大科学家尹烨，他也讲了很多这个从新冠的这个病毒啊讲基因，然后也讲很多基因相关的，包括也讲了癌症。很讽刺一点的就是他有提到，就是说什么癌症是基本上我们在未来，包括他好像说是到2045年哈，就基本上保证这个发病率很低很低，或者说基本没有人得了呢，就是子宫颈癌。也就是说，今天世卫提出了第一个可以被干掉的肿瘤。2047年全世界一起，他用的词也很精准，不叫消灭，叫消除，要求是发病率低于10万分之4。能够是这个跟子宫有关，宫颈癌，对的，子宫颈癌，子宫颈癌，一个是疫苗可以普及了，对，而且现在都是在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打。这些宫颈的表皮细胞能够被 HPV 病毒侵入，就跟新冠病毒侵入我们的呼吸道上皮细胞是一样的。所以2047年我们是有概率把这个发病率摁到10万分之4以下的。因为它现在还是女性的第2大杀手，第一是乳腺癌，第2是宫颈癌。但是因为你想，我妈是多大？她是60多岁，然后她是一个50后，当时在中国大陆是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的 HPV 根本没有听过，可能当时香港已经有了。其实不止我妈了，包括我妈的同龄人，包括我姥姥，很多人她都不知道，也没有打过这个，但是她就是没得嘛。但是好巧不巧，我妈就因为没打得了这个病嘛。它这个就是人类乳头病毒或者叫人类乳突病毒的一个感染的方式。那如果你打了以后，就很大程度的会降低这个得这个宫颈癌的风险。那第2点呢，是因为这个定期做这个子宫颈抹片会很好的提前发现癌症的这个存在，然后提前的人类做干预哈，医疗手段。但是对于我妈这种情况呢，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天意弄人，造化弄人这种感觉。因为我记得她当时这个直到阴道出血了以后才
知道肯定是问题这很严重了，然后去查，哎，果真就是这个子宫颈癌的末期了。但我就记得他大概2-3个月前才刚刚做过子宫颈抹片，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有点不太能理解，是说这个检测会有误差吗？会有概率是漏网之鱼吗？会检测不到吗？还是说他当时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就这么2-3个月就一下就变成末期了？我虽然不是搞医学的，但是我也是搞科研，我也是这个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个让我很难接受啊！我觉得2-3个月就是癌症从没有，根本连检测都做了子宫颈抹片了，检测不出来，然后一直到它都末期了，都最后了，才2-3个月的时间。这个你说癌症这个繁殖的速度快，增长的速度快，增长的有这么快吗？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我妈虽然她本身是一个比较大辣辣的、比较女汉子类型的，但是她其实，尤其在这个岁数大以后、停经以后，其实对于妇科的这些病是一直在做检查的。她并不是说一直没体检，然后你说最后查出来是这个癌症还是晚期哈，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因为为什么说她最后查出来以后也做不了手术呢？是因为她这个位置不太好。长得可能就比较靠内部，或者比较靠近这个骨头，还是某个组织，反正就说做手术肯定是做不了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就导致他做这个常规的子宫颈抹片的时候，查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天爷真的是对我妈挺，我还是不想抱怨老天爷了，因为确实也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了。但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是老天爷对我们的考验吗？或者对我妈的一个考验吗？就是在跟你，就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被老天爷耍了这种感觉。我真的，包括后面我一定会分享的，有很多我这个人生很戏剧性的这个时刻，我真的抬头望望老天爷，我说你是在考验我吗？你是在耍我吗？为什么要这么戏剧性的给我一些东西，有好的又不好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来讲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反正人都走了，尘归尘，土归土了，有些东西也不用太去纠结或者太去追究了，反正就说给你们听吧，你们自己看一看，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是不是我在拍《楚门的世界》啊？或者说我其实前一阵子也看了这个《The Matrix》，就是新版的这个怎么翻译啊？矩阵啊，还是说这个黑客帝国》，这是大陆的版本的翻译。我还是都看了，我觉得那是不是我其实是一个植物人，然后我现在的经历都是我脑子里在想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我是那个 The Matrix 的这个主角，我的这个大脑后头是已经连了一个人机接口了。其实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是上帝，我来这个想象的一个剧本呢，我不知道。还有包括这个我前一阵也在看另外一部电影，也是之前的一个很经典的一部电影，叫这个睁开你的双眼，是一个好像是西班牙的，反正是个欧洲片。然后后来好像汤姆克鲁斯也翻拍了美版的这个电影。就我时常的都会有这种错觉，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在拍《楚门的世界》，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在拍这种像睁开你的双眼一样，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就是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这个情节，要不然怎么能这么抓嘛，这么戏剧性呢？但是我知道了，就是说比我们惨的，你要比惨的话，那比你惨的人有的是，可能比你更戏剧性的人有的是。但是跟我这个周遭的亲朋好友比，我觉得我人生特别戏剧性，而且特别适合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所以这里面如果有这个编剧或者导演不小心看到我这个视频，你想跟我来聊的话，我倒是挺想聊的，因为我一直还挺想参与这个电影产业的，而且我真是觉得说我们的故事是很值得挖掘拍成电影电视剧的，就比你市面上现在看到的一些电影电视剧要戏剧性的多，要这个矛盾冲突的多得多，而且是很精彩的。反正呢，从这个自我治愈的这种角度呢，我才想说这个，包括其实在这个我妈的这个灵堂上面，我也提了，就是说，这个我想拍这个视频，然后呢，这个系列呢，我起的名字就叫再见妈妈 ，Bye Mom，来纪念这个我跟我母亲吧，这个发生一些故事，因为正好我有一个频道在吧。
能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的心态现在也是愿意分享这些事情给你们听了。然后呢，也是为了以后如果我要是在情绪出不来的时候呢，我就好像我当时可以看这个第10期的你好李焕英的鱼儿说的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以后我一定会翻看我这个现在录的节目，希望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疗愈治愈的过程吧。然后我也希望说我在完成了这个再见妈妈这个视频系列以后呢，我能走出来我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值这里面我补充一点吧，有一点没有说，就是说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呢，虽然我没有真正的参加过这个葬礼哈，但是至少在美国或者我知道一些西方的国家呢是有这个传统的，就是说人去世以后呢，这些亲朋好友认识的人呢，还是会就是说聚到一起来做一个追思的这样的一个步骤了，就是说来分享你跟这个死者生前的一些故事，无论是搞笑的、开心的，还是说有一些你这个印象深刻的、很这个难以忘怀的，来缅怀这个去世的这个亲人或者朋友。中国其实也有了，因为我知道很多明星去世以后会有这种追思会的这种音乐会，或者是这种跟故事分享会一样的。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好像觉得我周围至少好像没有这个传统，就是说大家这个顶多就是参加完这个葬礼这个追悼会以后呢，就有点这个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这个状态了，不会说这个再单独的这个聚到一块堆儿，然后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跟这个人的一些很有记忆点的一些故事吧。那出于这个考量呢，我就觉得说我既然有这个频道呢，我也愿意这个就是像我说的嘛，就是来缅怀我的母亲，然后呢来分享一些故事，而且我觉得是很有价值有意义的，然后既是给我母亲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礼物的东西来缅怀她。虽然我也不知道她可能很大概率这个也听不到了吧，但是说出来以后我自己的心理感觉是好受的，是一种这个自我治愈的过程吧。那这里呢，如果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小伙伴呢，我也希望如果你们要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有看过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的话，如果你认为有靠谱的这个心理医生的话，也方便这个留言也好，或私信给我，这样其实大家也都能受益吧，能看到以防万一，以防我真的需要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心理治疗吧。但是我现在大概率觉得呢，可能在我完成这个系列视频以后，我应该会走出来吧，或者我希望自己能走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视频中呢，我会再继续分享我们的故事，你喜欢的你就看，然后你不喜欢的你就不看，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没所谓的。那就这样，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拜拜。那我看到这个尹烨分享的这个关于基因的这些这个特别好，他是一个他既是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哈，但是他又懂很多人文历史，是一个很全才我看了他的这个2期节目，我还是挺崇拜这个尹烨大科学家的，真的说得很好，而且表达能力也很好。然后他有说这个基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基因是完美的，就是大家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致病基因。就像他说的，说如果他跟他老婆生孩子，就可能有1/4的这个概率是致畸的或致死的。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伦理的过程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的基因是能定制的吗？是你以为它好，它就是好吗？就像他说的，那很大概率就是摁了葫芦起了瓢，就是你以为是对的，这么改造，把这段基因的这个片段剪掉，就不会得某种病了。那它可能会引起另外的，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会引起另外更大的麻烦。那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基因变异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有性繁殖，而不是无性繁殖，完全的克隆，完全的复制你的细胞，完全一点变异都没有呢？那不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你说环境会变化，还是说我们本身的这个我们需要一点风险，需要一点挑战的东西，就是说假设你的环境变化了，然后你是一个无性繁殖的这个种族的话，因为你基因是改变不了的嘛，那你肯定也许就适应不了那个新环境的变化，那你的整个种族就会灭亡，对吧？
所以我觉得有性繁殖的生物体呢，它会增加这种变动性，那风险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不好基因的突变，或者就像尹烨说的，就是说某些你看似现在来讲是导致疾病的基因，那会不会是之前我们的这个种群是为了避免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才使得这个基因突变了呢？或让这个基因存在突变的可能性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而且我觉得是，如果你是搞这个基因工程的或者搞医学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了。当然我不是搞这个的，我觉得，但我觉得我的思维是跟得上这个的想法，是没准有来生的话，我没准就从事这个基因工程了，也不一定。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当然这个癌症的这个基因或者癌细胞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或者不希望要的，但是也许以这个种群的这个角度，或者以这种有性繁殖，我们种群里头，我们基因里头就带着这种要基因要突变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么设计的。当时我觉得其实也许对于人类或对于任何一个有性繁殖的这个生物群种群来讲呢，是一个好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辩证的来看这个癌症或者癌细胞或者基因的这个癌变突变，也不完全是一个坏的事情。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就是说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的一个原因啦，就是说也许我们都会得癌症，或者包括我吧，我肯定大概率上会得癌症，或者你怎么去面对它，其实我希望我自己到最后是很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另外关于死亡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假如说我现在长生不老了，然后我妈死掉了，我救不了她啊，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好像觉得我怎么那么混蛋呀？但是没有啊，我也会死掉啊，而且我还未必活到他那个岁数呢。或者我们所有人吧，包括你看视频的大家，其实我们都是会死掉的，这个就是很公平的。包括这个尹烨也介绍了，死亡本身就是一个程序。其实我个人也不希望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的话，首先这个社会会有问题，而且包括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不优化、不合理分配的。那有权的人就会更有权，包括我们之前讲过这个《In Time》时间规划局的这个电影哈，就是有权势的人他就永远死不了了。但是我是希望人类会希望把这个寿命提高，这个我觉得是我期望看到，或者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医疗水平会让我们的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的。但是死亡就是一种程序，每个人都是要经历的，这个是我完全赞同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视频的讲解呢，就是说这个死亡人死或者濒死的这个过程中呢，会分泌出很多的化学物质，比如说这种多巴胺呀，或者其他的这种东西，会让你的身体觉得没有那么痛苦了，会让你有一种这个迷幻的这种感觉，就是让你减轻你死亡那个时刻带来的身体上生理性的痛苦。所以这点也让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妈这件事情来讲呢，也是一个让我觉得稍微心理感受稍微好一些。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吧，我也是这么去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虽然我通过视频看到我妈的那个状况是很糟糕的、很痛苦的，但是她死亡的那个时刻应该是没有那么痛苦的，或者弥留之际应该是没有那么痛苦的。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安慰我自己的一点吧。